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。今天在河里面捞了少许的黄沙蚬，那么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蚬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喝又鲜美的靓汤。这样做出来的汤，汤色浓白，里面的瘦肉鲜嫩而不柴，而那汤水喝起来特别的鲜美清甜。在这个春夏交替的季节里，平常的时候我们要多喝一点汤水，对我们身体还是非常有好处的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半斤左右的黄沙蚬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用花甲或者是白贝都可以的。我们在购买的过程中，这种贝类的食材该怎样去挑选呢？要选择这种动一下它就完全的闭合起来的，这种就是鲜活的。如果贝壳处在一直打开的状态，怎样动都没有反应的，那就代表已经是死掉了，不新鲜了。买回来后，我们先把黄沙蚬倒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，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将其浸泡起来。我们在水中添加少许的食盐，还有一点点的食用油，再用勺子给它轻轻的搅动，将它搅拌均匀，让里面的食盐充分的化开，给它放开一旁静养1个钟头。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吐干净贝壳里面的泥沙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条新鲜的本地丝瓜。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该怎样去挑选丝瓜呢？我们用手轻轻的捏一下它的尾部，如果捏下去明显的感觉较硬，那就代表丝瓜已经长老了，里面长出丝瓜籽了。或者是用手指甲掐一下，如果手指甲掐不下去的话，那就代表丝瓜也是长老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将丝瓜进行初步的加工，用刮皮刀把丝瓜的棱角打掉。我们在去皮的过程中，只需要将丝瓜的棱角打掉就可以了。这个丝瓜皮它是可以食用的，丝瓜皮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还有维生素，而且稍微的带一点皮，吃起来还更加的好吃。所以将丝瓜去掉棱角之后，变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打去外皮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再用自来水将丝瓜清洗一下。我们用手将它不停的搓洗，把丝瓜上面残留的脏东西搓洗下来，给它冲洗干净。接着把它放在案板上，把丝瓜的头尾切下来去掉，然后再把丝瓜改刀切成滚刀块。我们在切块的过程中，尽可能的将它切的大小均匀一点，这样才能保证在烹饪的过程中，每块丝瓜都可以均匀的成熟。将丝瓜全部切好后，先给它装进盘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块新鲜的猪瘦肉，把它清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再将它改刀切成薄片。全部切好后，先给它装进大一点的碗中。再准备小块生姜，我们先把它改刀切成薄片。接着再将它改刀切成姜丝。最后再把它切成姜末。切好了之后，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再准备少许的小葱，我们将它改刀切成葱花。切好了之后，和姜末放在一起备用。所有的东西准备完毕，接下来将瘦肉进行腌制处理。往里面添加少量的食盐，还有鸡精，再添加少许的胡椒粉，还有一点点的料酒去腥，然后用手将它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调味料充分的化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红薯淀粉，然后再继续的将它搅拌一下，把它搅拌均匀，让每片瘦肉都包裹着淀粉，然后先给它放开一旁备用。好了，这个黄沙蚬已经是静养了1个钟头了，我们将水倒掉，然后再往里面添加满清水，用手将其搓洗一下。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，尽可能的将它多清洗几遍，
把里面的脏东西还有沙子清理下来，这样黄沙蚬就清洗得非常的干净了。将它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控水捞出来，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将锅烧热，往里面添加少量的食用油。把油烧热之后，我们往锅中打入1个鸡蛋，用小火把它煎一下，小火慢煎至金黄色，然后翻面，翻煎另一面。最后将鸡蛋小火慢煎至2面金黄色，先给它盛出来备用。接着我们再重新起锅，往锅中添加少量的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把切好的姜葱放进锅中，用小火给它煸炒一下，把里面姜葱的味道煸炒出来。炒香以后，再把刚刚煎好的荷包蛋放进来。接着我们再根据家里的元素往锅里面添加适量的开水，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要用开水哦。然后立刻的扣上盖子，用大火将它煮10分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10分钟过去了，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这时候的汤水已经是变得浓白色了。接着我们先来调味处理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一点点的鸡精提鲜，还有少许的白糖，最后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就可以了。调味过后，我们立刻的调为小火，然后再把刚腌制好的瘦肉片一片一片分散的放进锅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，那么麻烦您伸出您发财的小手，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您。接着我们再将控干水分的黄沙蚬放进锅中，将它煮1分钟后，我们再把丝瓜也放进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开最大的火给它煮一下，让里面所有食材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出来。我们用勺子将它轻轻的搅动，让里面的丝瓜可以均匀的受热成熟。我们开大火将它咕嘟2分钟，将丝瓜煮熟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就这样一道非常鲜美好喝的黄沙蚬丝瓜肉片汤就这样做好了。哇，看着这个汤色就非常的好喝。最后将它关火盛出来，装进大一点的汤碗中，然后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。最后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枸杞，点缀一下，一道非常鲜美好喝的黄沙蚬丝瓜肉片汤就这样做好了。根据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汤，汤色浓白鲜美，而且里面的瘦肉特别的鲜嫩，一点都不柴。这样的汤水喝到嘴里特别的鲜甜又好喝。在这个春夏交替的季节里，我们平常的时候要多喝一点汤水，补充人体的水分。喜欢的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改天不妨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，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点我的头像进去，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的美食做法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